弟兄姐妹平安，有没有试过半路加入别人的交谈？别人在讲某个笑话，因为之前你不在他们当中，当他们笑的时候，你不明白笑话的意思，你没办法跟他们一起笑。我们读书信的时候也是同一个道理。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作者在之前所说的话，他的背景，我们就更容易来了解或者明白作者的意思。当然，错过一个笑话或者误会一个笑话是小事，不过如果误会圣经作者的意思呢，那后果可能挺严重的。举一个例子说明。那我们都知道，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就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呢，神拯救我们，我们不会失去这个救恩的，因为是这位不变的神照他的应许给我们的。可是我还记得好几年前，我就跟一个人分享，这个人因为他个人的经历吧，他怀疑圣经这个教导，他觉得我们甚至可能会失去救恩，他就用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圣经各处的教导。其中他读到腓立比书这么一句话，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。注意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那这句话对他来说就证明了他的想法，我们如果不努力的话呢，会失去神给我们的救恩的。我就和他一同的来读圣经，分享，也告诉他，如果我们要了解这句话，必须也看接下来的经文。在13节保罗怎么说呢？13节保罗说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看到吗？很清楚的，保罗用因为这个连接词 conjunction 来说明他刚才为什么这么说，那个原因。他要告诉腓立比的信徒，你们必须为着你们的救恩来努力，不是因为你们可能会失去救恩，而是因为神正通过你们的努力来完成他在你们身上美好的计划。可惜那个人不接受保罗的解释。你看见吗？当我们留意这个连接词，我们就能够更明白作者的意思。反过来，如果我们忽略那个连接词，我们可能就误会作者的意思。其实我们过去几课在查考以弗所书的时候呢，已经看过好几个重要的连接词了。就比如保罗在这书信一开始介绍以弗所信徒从神得到的福气的时候，他就用这个就如的连接词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那这个就如呢，就像一个水闸打开了门一样，倾倒出一连串神通过基督为我们每个人预备的福气。那再举多一个例子，我们上一周查考这个2章1到10节，当时我们谈到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很不同，可是在教会里面，神通过耶稣赐生命来改变了我们。怎么改变呢？我们过去像死鱼一样，照着周围的环境，照着内心的欲望来生活。可是现在呢，2章4节有一个重要的连接词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。那这个然而呢，就突出两个对比的一个情况。神因着他的怜悯，使我们过去那些像死鱼一样死在过犯中的人，现在可以跟基督活过来。我们待会儿呢也会通过这个2章11到22节继续的来练习。不过我先介绍一下11到13节的几个连接词，作为一个例子。那保罗在11到13节
也是有一个对比的。他用那时来描述信徒在过去不认识主之前跟神的关系，离开神很远的人，这是过去那时。可是在基督里呢，有一个如今来对比，说到他们跟神亲近了，他们跟神的关系是很密切的，看到吗？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。所以当你接下来继续读从14到22节去读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练习里面注意一下，有哪几个重要的连接词吗？那这些连接词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稍后见。